好，接下来紧接着我们赶快看到中国大陆 C919终于正式的飞出国门了。这个是大陆19年的这个叫做红色飞机梦。指导波音跟空巴吗？那这样子的一个飞机梦能不能复制现在大陆的电动车出海神话呢？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互动。如果你认为有机会，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现在目前看起来还要再加强，还要再加油，留言写2，我们一起互动。好，中国的红色飞机梦现在真的飞出国了，时间啊熬了19年这么长的时间，首度的飞出去了。这一次的是 C919 从北京飞到了蒙古的当地国际的航线，代表说中国大陆国产的客机已经从中国内需市场正式的从国际机场给跨出去了。好，为什么叫 C919？ 来看一下这当中的寓意。C 代表的是 China 中国，那9的寓意就是希望天长地久。这 C919 后面的这个19则是代表是最大的载客量可以达到190座，瞄准的就是现在最主流的载体客机的这个机型哦。那么机身的宽度也比同等级的波音737跟空巴的 A320 还要来得更宽。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最远航程，现在说可以达到5000多公里。那么现在目前看起来的最新飞的这一段，从北京到蒙古的距离呢是1500公里。1500公里的话，是伦敦到巴黎距离380公里的4倍的远。那它最远是可以到5000多公里的哦。这不只是一条新的航线，也代表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挑战，不管是波音或者是空巴的最重要的一步。那大家也在关注说，它未来有没有可能靠着它价格的优势，继续的抢其他的市场呢？首先的第一步，会不会从东南亚、中亚、中东等等的市场来持续的扩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未来波音跟空巴的垄断就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正式的告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绝对有这个机会啊！我是以一个乘客的一个体验感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啊。我在上个月啊去西安，我刚好就运气很好，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一天就有2班啊对飞啊。我刚好就搭了C919从上海坐到西安，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不开这个航线，让我们直接从台北到西安去，过去可以，现在不行了，所以结果我们舟车劳顿了，累得半死。那怎么办呢？我就因为想去看这个秦始皇陵嘛啊，想去看，那我们怎么办？我就只好从上海转机，从台北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到西安，运气很好。刚好就坐到了 C919这班机。我以一个乘客的体验感因为我坐了波音、坐了空巴同等级的飞机坐太多了啊。C919确实对乘客来说更舒服，它的空间更大，椅子也比较大，椅子比较宽、比较长，而且呢，它的整个流线还有空间感，你会觉得比较没有压迫。我搭波音跟搭空巴的时候，压迫感比较大。但是搭C919的时候没有任何压迫，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它的整个光线的柔和感跟设计感会让乘客更加的舒服。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它的洗手间，它的洗手间也比空巴跟这个波音的还要更适合我们人体因为它有考虑到我们各种体型的人他的需求，所以我个人如果以乘客的体验感来讲，那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体验，舒服。从起飞到降落到飞的过程中都是舒服，我们只能用舒适跟安全这2个字。那当然，其他的这个飞机的性能要靠这个机员这个我们的这些飞机的驾驶员他们来分享。但是我们所看到很多欧洲的，因为欧洲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对于C919进行评分了，他们一样都通过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也留意到前段时间C919它好像飞西藏就是飞高原，他们要做一个高原的一个测试，这是在民航机里面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它都完成了。这代表什么？因为以目前欧洲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说 C919是一款好飞机。那么这些驾驶员他们试飞过的人都觉得说这是一款好飞机。好，那你想，如果说一旦它的发动机能够解决，对，它本身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跟这个供应链这个部分里面这个对大陆来讲这是它的强项。那一旦它本身的市场需求量扩大了，
它本身开始进入以经济规模的量产的时候，它的价格绝对会比波音跟空巴的价格更好。是，一旦它的价格更好，各位想想，它当然有竞争力嘛。一旦有竞争力，因为这是一个目前来讲这个支线客机的主流的机种。例如说，您看东盟的国家，柬埔寨到辽国这个飞机最好，泰国在国内跟周边的，不管到越南、到缅甸、到这个都是最好的飞机。像你马来西亚到印尼，或是印尼本身的离岛，他们本身都是最好的飞机。对于中亚的国家来讲，对于加勒比海地区跟南亚还有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城市，因为欧洲都是小国嘛，他们本身的串流，这个 C919都是最好的飞机。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只要欧洲跟美国不要挑剔，不要挑难，按照他们自己的同样的标准，一旦 C919得到欧洲的适航证的时候，美国就没有理由不给他适航证了。是，一旦都通过了，世界各国只要欧洲拿下适航证，世界各国航空公司就敢下订单了。对，一旦下订单，你想想看，他要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就可以满足。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就可以给人类带来第3个选项了，而不会只是空巴跟波音2个选，还有中国的 C919可以选。好，所以我们看到 C919这一次首度的飞向国际，所以大家也在看说，那如果未来要飞向更多的国家的话，挑战波音跟空巴的话，是不是说它的产量也要跟上来？但是现在如果产量要跟上来的话，就是包括了它的自制率要在提升。现在虽然说很多他们的这个飞机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内部，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被欧美给卡住的，包括了发动机、航电跟飞控等等。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在它的发动机，主要还是美国奇异航太所提供的。所以大陆现在正在拼就是自己国产的发动机，这款叫做长江的这个发动机哦，要把美国的心脏给换掉。再来就是交付量也要同时间跟上来，因为呢，在年的7月份，当时对外披露的订单是1500架，确认订单现在也说是1150架，但是到现在看到真正交付量只有42架，所以2个难关还是要克服。有没有机会？杨老师怎么看？真的都是时间的问题，以及如何突破国际波音跟空巴。当然，他也在就是抵制卡位，甚至呢在拖延。那西方国家的拖延不只是在机的这个机证认证以及整个就是取得许可，那其实也在发动机的制造上面。现在它 C919 2015年到现在，你刚刚提到42架嘛，哈，对，那目前都是用美国、法国就机翼合资的这个叫做 CFM 这家公司所做的这个引擎，我们叫 LEAP-1C LEAP，然后呢 1C， 那它42架，包含飞到就是外蒙古的这个，都是当然用这个 LEAP-1C 的奇异引擎。那大陆自己本身的应该是中国航法所发展出来的，叫做长江应该是叫做 CJ1000A， 对 ，CJ1000A， 这个发动机大概可能今年或明年的时候，它就一定程度的可以这个完成它相关的装机测试以及这个甚至能够在明年可以试飞。可是这里的问题就是，你要再取得就是国际上的认可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 LEAP-1C 美国机翼的引擎，它已经有几百小时甚至更多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是长江的这个新型的引擎，它目前是0，所以它先从国内自己本身做一定的试飞，你要换成新的引擎，然后试飞之后呢，你再慢慢拓展到国际，可能又再一次要从蒙古或者是东南亚开始再走。那这个过程其实大概也可能会快的话，也是要2到3年的时间。不过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基本上他们一定会拦你。那西方做的引擎没有问题，所以你的机体、你的飞行航式这个时速等等之类，累积起来到了这边，它其实能拖你也不过拖个1-2年。可是你新的引擎的这个安全系数等等之类的这种验证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可以挑你毛病的这个情况多得很。同时，这个制造的技术里面也是不是100%的中国的技术，这也要时间去累积。
啊，因为西方也会卡住，就是这个引擎制造的技术、材料啊、制程甚至软体啊这些东西的配合，因此这个整个一套不是你引擎做出来，而是你要放在飞机上能够整个去运作飞行。然后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2到3年，稍微乐观，要再看未来的变化。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那波音的部分呢？波音现在发展的到底如何？先前我们报道过非常多，是有关于这个波音737 MAX 它的安全事故。那最近又有一些事情发生，包括了这最新消息，453架的737 MAX 的座椅安装错误所以他们的品质的品管又再次的引发争议。再来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了来自于欧洲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到底要不要跟波音买这200架？这是看未来美中的关系发展。第二个是欧洲的最大的联航，这一间是瑞安航空，最新他公开呛瞎说，川普的关税战让我们买飞机的成本都增加了。如果说未来波音的飞机继续的调整它的售价，他就说了，那我们可能未来会决定跟中国大陆来买。接下来可能怎么发展？舰长又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波音跟空巴彼此是竞争对手，对不对？但他如果全世界跑出第3家的话，他们2个一定先联手起来，先把那第3家打下去。这是过去就这样。因为以前加拿大就有一个庞巴迪，他做出了一个，他花了20亿美金做了一个生产线，然后全都合格。美国达美航空跟他一开始订了125架。结果波音就去控告说反倾销税，要就是要政府抽他40%的税，结果最后是美国政府裁定抽他300%，那一架都卖不成。然后一架都卖不成之后，他们就说那这样好了，你没有人敢买你的飞机，你放心，那跟我合并。那个庞巴迪就想到美国就恨，对不对？波音你害得我，就他跟空巴合并了。空巴花了1亿美金。买了他51%的那个股权，你相信吗？1美元。那他说你怎么去卖它？你不卖是不是？你剩下的49%全部丢到垃圾桶？为什么？你没有机会生产，所以他就卖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到今天为止，这个飞机叫做 A220，在空巴在卖，目前他预计可以卖3000架，你就知道他是很成功的，他也很好。加拿大还是美国的亲兄弟。照打不误，对吧？这个商业是个很残酷的。然后如果说中国今天这些发展像刚刚赖老师说的跟这么好，如果是日本的成品，我现在就担保你，它一定没有市场。为什么？你日本看不过。那在中国大陆之所以有，它有2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它内需市场太大。我告诉你，我外面我一架都不卖，我基本上我可以维持住我的生产线，这个它可以，这是第一。第二个。中国大陆现在国力很强，你这样对我这么不公平，那我也对你不公平，我也对你的波音做什么，我也对你的空巴做什么，所以他们有一些机会这个反弹。但是我还是在讲这个东西跟别的不一样，你说这个电动车、无人机，那很容易突破那个小东西而已。这个都是用倾国之力在打。我说的美国，全国挺波音，欧盟整个在挺空巴，没有说你个别在那里，所以这些东西到最后他遇到的都是倾国之力打压你。那你的国力如果不行，你是很难的。所幸如果30年前这个东西在中国推出来，我也可以告诉你，那基本上结束了。为什么？你的国力不行，他现在国力很大了，有赢的机会。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